乐子小乔越大，各位老铁们，大家好啊！欢迎收看这期摩尔牌企业。本来计划可能前2周就要到货的，咱们这个命运一向如此，肯定是很晚才能到。不过这次呢，比较幸运的是呢，头一回就通过官方的这个邮件抽取到了这个关单包。可能好多人不敢拍这个我比较敢。这次 B13 这个潮流系列的包装风格和以往一样。一个套装，但是呢，由于这个封面比较猎奇，也就不多给大家去展示了。总之还是挺好看的。首先看一下这个黄毛，没记错，设定上是哥哥继承了俄国妖僧叫什么来着？拉希普京还是拉斯普京？应该不是拉希普京，继承了他的那个一定基因，是一个恶徒。这次值得一提的呢 ，B13 的这个兄弟系列也是采用了和之前出入比较大的风格，人物的样貌是经过一个重新的设计的，和今年这个 WF 上那个会场限定上那个头雕，我记得是一个模。可以看到，在它的黑色大衣上额外有一层类似雨衣的透明材质，后面那个日文就是有道机翻，什么液体的地上的侵略，大概看那么个意思。衣服的做工呢，说实话并不是特别的好，像拉锁这个位置能看到这个边缘处像什么东西露出来的一样。整体的风格呢，还是和 B13 的潮流的兄弟系列是一脉相承的，包括这个鞋子服装还是非常潮。但这个外部的透明雨衣呢，就给我一种有点脏、有点雾蒙蒙那种感觉不知道是有意为之还是怎么回事，但是觉得相比较于之前官图发出来的时候没那么惊艳了。武器一把刺水枪，设定上应该是一个能喷射出腐蚀性液体还是什么液体那种东西有点像咱们玩那个油彩军团喷射战士。枪造型还不错，后面这个罐子上是有一种铸铁感的，麻麻赖赖的感觉，质感比较好。一根线缆，章鱼的头盔。怎么感觉前面这个位置涂装稍稍有点肉？章鱼的头盔可比我想象中的大得多第一眼看官图的时候没觉得这个体积会有这么大，因为它和之前的那些兄弟系列是采用了一个不太相同的一个设计语言，但是拿到手里之后，真的感觉和一个一般的摆件差不多。和这个猫头比下，因为在设定上是一个利用章鱼那种迷彩，可能能达到一个隐身的效果的，所以在这个触须还有后脑上都是用了一些渐变的镭射的涂装，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漂亮的。光源充足的情况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头雕的连接呢和上一款螃蟹是一样的，是一个磁吸的结构。在这个兄弟系列，我非常喜欢一点设计呢，也是这个外部的头盔并不是一个替换头，而是真的可以和人物头雕进行一个搭载的，触须也都是一个软胶材质，所以这个质量还是没得说的。就戴上有种老大爷那种感觉，倒是挺克苏鲁但是因为这个眼睛两个眼睛就这么直勾勾的有点蠢萌那种样子。加勒比海盗那个年轻时候什么船长来着那个，和他有点异曲同工戴上这个章鱼的头盔之后，就显得有些头重脚轻了，下半身支撑性并不是那么强所以在摆放的时候也要注意。这次依然没有支架之前说到的这根管线呢，是插在这个枪托下方的就让它自然垂在这里就好。枪对于人偶胳膊也是有些沉的，所以在摆造型的时候并不是特别方便。看完了这个黄毛，再来看看章鱼兄弟的另一位。这弟弟的面容，个人觉得帅气很多，有一种韩范儿，日系的那种俊朗的风格一看就是黑道黑帮上混的。他是什么基因来着？什么上山先信是信谦还是上山什么战国名将的基因继承者？反正也是实验室的一个非常牛逼的产物了他的衣服呢，简简单单黑色的这样一件类似羽绒服的大衣，整体呢一身黑的造型也是非常的酷。后面呢写着杀戮都市的怪谈，京东什么杀人屋，很中二中二真有人会把这个自己是杀手这个事儿写到后背上吗？这胸前还拿英文写的这个章鱼brother 我觉得这个弟弟的人物造型真的是帅气很多。最早看官图的时候没觉得这样一个黑色的普通的衣服会好看，反而觉得这个透明的雨衣更有意思一点。但是拿到现货之后，我个人觉得这件衣服是我更喜欢的
弟弟的配件多一些，首先是一个心跳震颤仪之类的一个东西啊，是维持他心脏一个活动的。另外附带了3枚纽扣电池。安装好电池之后啊，拨动这个开关，正常前方这个小屏幕应该能亮起来的，但是不正常了。不正常了，这个应该是中奖了啊，就是不好用了。虽然说这个灯效没法展示了，但这个东西做工涂装还是挺不错的。搭配上这样一根这个小的背带，就可以把它附着在这个弟弟的身上了。这个东西搭载上之后，有一种胸包的感觉，稍稍有点怪。弟弟的这把枪呢，是一个类似微型的冲锋枪的感觉。这上面为什么没有扳机啊？不是中奖掉了吧？造型还是挺不错，上面是一个液体的储存瓶，前方呢是类似这种消音器的一个造型。这把小枪拿起来的话，对于这个人偶的关节还是可以承受的。可以看到一根是两边都有接头的，这个是一边插在我知道为啥这东西更怪了，咱好像背反了。调整了一下方向之后，好像好了一些啊，好一些。一根要接在这个胸口的仪器上面，一根一样也是连接在这个枪托后面。为啥这个东西有点插不进去啊？这孔有点小。不行啊，这弟弟浑身大个呀。另一边呢是插在这个仪器后面就可以了。这管子的设计啊，就很有那个赛博朋克那个味道啊，像那种《攻壳机动队》里草之素子一出来，身上连很多管子那种感觉。哎，他有那谁的技术感？真牛逼的游戏叫啥来着？真牛逼的游戏？你玩嗨了那个？可玩嗨的游戏？快递员送孩子那个。啊，死亡搁浅啊，那可没有人就算。弟弟的这颗头啊，是一个大乌贼的造型。这个头的造型我觉得非常漂亮，也没有像之前那个涂装显得那么肉，整体这种橙色鱿鱼须的这个有一种液体变成固体凝固流出来那种感觉，看着也是有点食欲。后面这个褶皱呢，就是在铁板鱿鱼的摊上，大家对比一下，这个还是惟妙惟肖的。眼睛方面呢，两个大的黄色透明零件，和它这个蠢萌的小眼睛相比呢，就帅气了很多了。人帅头盔也帅呀。它的问题还是安装上这个头盔之后，上面太沉，头重脚轻，很难维持一个站立的动作了。这次这个潮流系列出关头之后，争议其实就非常大，可能是和之前的包括螃蟹了、甲虫了，无论从人的头雕造型呢，还是外部生物的这个造型呢，都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设计的思路。这次呢，我个人理解是偏向于一些赛博朋克的感觉。包括这个鱿鱼须上用的这些鲜艳的颜色，还有大面积的这种科技的武装，比较对我的胃口的。我最不太满意的一点，素体实在太松，没有考虑到站立的一个问题，也是这次的头部的配件比较多，而且非常重的原因。其实这个关于章鱼兄弟的视频，大家应该看过很多了。后半段还是把这个扩展包正面我给大家看了，扩展包拿出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次的这个扩展包可以说是D13有史以来体积最大。隐藏包呢，题材是弟弟高桥天马的妹妹，有点别嘴啊，他们的妹妹可能在一次事故中变异成章鱼之后有些不可控。我理解的可能兄弟俩打工就是为了攒钱给这个妹妹恢复人形嘛，一直泡在一个培养基里，靠着打这种营养液来续命。好歹也是给这个妹妹换点好的这个洗澡的环境，这里都长青苔、长绿毛的，比较猎奇，冲击力比较强。上面这种仿生的章鱼的这个感觉啊，油亮的，而且一个大的肉团的这个效果啊，还是很刺激啊。相比于之前那个螃蟹哥俩的那个海鲜套餐呢，这一次这么大的一个物件够劲儿了，到头了，接受程度也就是这样了啊。但是你就甲虫子。那个扩展包啊，那就有点反社会了啊，那个咱不提。水的表现就是中规中矩吧，如果说加一点动态的那个波纹的效果，就更加好了。
吊瓶，这个点滴里面这个液体的表现反倒是我觉得更加出彩。点睛之笔呢，其实是这样一个小的一个章鱼，不知道在那个摄像机里看清不清楚，头戴了一个黄色的安全帽，也写了一个安全第一的标志。这个东西挺可爱的，相对比较阴沉的这样一个题材中起到一个类似吉祥物的一个作用，就跟咱看那个攻壳机动队攻壳车长得像大螃蟹似的啊，一张嘴啊，非常萌，非常有意思。管子说实话长了一些啊，但是为了表现它这种凌乱的感觉倒是可以的，只不过呢对上面这个点滴的自然的垂感啊就有了一些限制，额外需要打理一下吧。B13一贯的这个风格就是设计一些比较黑暗比较猎奇的这个故事，不是杀手啊就是黑帮啊，再不就是什么退伍老兵，要不就是被实验了，不是变成这个动物就是变成那个动物。这次呢终于是对软体生物下手了，设计成这个章鱼兄弟，不知道还有多少动物是可供 B13去选用的了。而像我之前说的啊，章鱼这样一个设计呢是比较分水岭的一个设计，这一次呢是走了一个非常赛博朋克的一个造型一个系列，它的故事性更强了，完整性更强了。这样一个哥哥救妹妹，然后给黑帮打工，暖心的黑童话。我个人觉得这款这个乌贼是整个3个东西里最亮眼的，它的设计都是非常戳我的这个审美的。B13可以看到最近的它好多设计真的都是和之前大不相同，从这个重装部队的熊开始，我觉得它的整体设计思路就发生了一个变化。最近新出这个异色熊呢就有点奇怪了啊，感觉像是一个扇贝兄弟的一个设计啊，一个拿着2个大贝壳的那个感觉。主观方面是啊，见仁见智，我没有去抽选啊，看看过后能不能去借到一个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也不知道这个异色的这个章鱼会做怎样的一个设计了。虎呢，老虎呢，我觉得那根本不是老虎啊，好像什么美洲狮什么的小猫咪啊，不像老虎。B13一直非常青睐于一个日系的题材，它的潮流线走日系也就罢了，那个老虎还走一个日系，就是让我不是特别能理解。但是实际产品等出货再说。